若被修仙，只争朝夕，又何惧将来？杂物堂的任务就是故意刁难我和阿牛，这就是一个完不成的任务。以我们现在的灵力，根本没办法淬炼完这些矿石。以如此速度来看，1个月内完成任务绝对不可能。不仅要为此浪费大量修炼时间，到头来还得遭受杂物堂刁难责罚，当真好计谋。这什么情况？这吊坠，老爹不是说祖相传下来的吗？还会发光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法器？他在干嘛？在吸老子血？小爷我才刚踏上修仙之路，难道就要莫名其妙殒命于此？天哥，天哥，你醒醒！阿牛，我昏过去多久了？天哥，你可吓死俺了！那日俺来找你，发现你昏迷在地上，现在已经过去1天1夜了。别担心，可能是受伤太重，不小心昏过去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看着关心自己的阿牛，刑天心里一顿暖意。天哥好好休息，俺去修炼了。阿牛走后，刑天尝试着各种方式研究吊坠。刑天放出神念朝吊坠探去，只感觉置身一片灰蒙蒙的混沌世界，没有天地日月星辰，只有无穷无尽的灰色雾气。难道是储物法器？刑天盯着吊坠，想起浑身气血差点被吸干的场景，刑天断定此物必定不凡。会不会是滴血认主？刑天拿起一块矿石，尝试将矿石收入混沌空间，但是没有任何反应，居然不行。那这混沌空间有啥用？刑天拿了一块金曜矿石，将吊坠放在上面，用神念沟通吊坠。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金曜矿石的杂质像烟一样被排除了，金曜矿石被提纯了。刑天用剩下的神念继续沟通吊坠，将堆在地上的一堆金曜矿石进行提纯，想看看吊坠的能力有多大。刑天慢慢观察金曜矿石的变化，矿石的纯度越来越高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自动淬炼杂质。刑天用仅剩的神识扫过金曜矿石，这怎么可能？居然是完美金曜石，不含一丝杂质。完美矿石竟然如此难得，炼气宗师淬炼它，成功率都极低。它对法器、丹药的影响巨大，价值非凡。刑天又取出一块矿石，握于手中，可这次神秘吊坠却是毫无反应。难道是方法不对？莫非是神念？但是刚刚淬炼一堆金曜矿石，将刑天的神念耗尽。刑天强压下心中好奇，开始闭目静坐，缓慢恢复起神念力量。随着时间缓缓流逝，很快便是1夜过去。待得翌日清晨时分，刑天缓缓睁开双眼，眼中悄然闪过一丝精芒。刑天再次用神念沟通吊坠，果然如此。神秘吊坠需要神念之力为媒介，有吊坠，提炼任务就简单很多了。吊坠有提纯的功能，刑天按捺住心中狂喜，试试能不能给灵石也提个纯呢？下品灵石变中品，中品灵石变上品。想到这里，刑天说干就干，用神念催动吊坠，开始给灵石提纯。然而几个呼吸后，灰雾褪去，下品灵石却无丝毫变化。为何对灵石无效？既然是淬炼提纯，那必然要含有杂质之物，而灵石本就精纯无比，因此自然没有效果。刑天继续用吊坠给金曜矿石提纯，现在是越来越熟练了，总算摸清用法了。有了这吊坠，杂役任务再也不用担心了。交付金曜石的日子快到了，在不耽误修炼的前提下，刑天将余下的40几块金曜矿石全部淬炼了一遍，且每块金曜石都蕴含3层杂质。留下这些，交30块7成纯度的即可，绝不能暴露吊坠秘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守住吊坠秘密，才能安身立命。吊坠的秘密一旦暴露，必将招来杀身之祸。阿牛，啊，天哥，俺的淬炼任务实在完不成，怕是要被杂物堂刁难了。无妨，我帮你完成。不过你的矿石可得归我。真的吗？多谢天哥。只是你怎么淬炼这么快？只是有些小技巧罢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你就别多问了。俺懂，俺懂。多谢天哥仗义出手，俺心中感激不尽。快去把矿石放下，我帮你淬炼。那俺不打扰天哥，俺先去修炼了。在淬炼矿石过程中，刑天发现一个问题：
神秘吊坠竟不能被收进储物袋空间里面，只能无奈叹气，将吊坠重新挂回脖颈。没想到反复消耗神念，竟让神念小有提升，真是意外之喜。王师兄放心，那两个废物绝对不可能完成任务。待会儿我必亲自出手，好好教训其一番，好让其知晓不知天高地厚，敢得罪王师兄是什么下场。如此最好，一会儿出手给我多使点劲，只要不打死打残，都不算违反门规。天大的后果有曹家担着，只要此事办妥，日后我必会曹旭师兄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多谢王师兄提携。严华感激不尽，不过是炼气2层小修士，任由我捏扁捏圆，定要办妥此事，傍上曹家。怎么还没来？你二人且将金钥匙交上来，我要亲自查验一番。这怎么可能？很失望吧？还有你的呢，拿出来瞧瞧。幸不辱命，秦某人牺牲了修炼时间，总算是赶制完成了。小子，你给我小心点，每月任务最好按时完成，千万别让老子抓到把柄，否则定要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。王林和严华灰溜溜的离开，秦天和曾阿牛去交了上个月的任务，领取这个月的金药矿石。秦天非常谨慎，绝不能暴露隐秘。多谢严华刁难，否则也不会发现吊坠秘密。只是这些淬炼好的金钥石该怎么出手呢？成了，完美的聚气丹。深夜，秦天满心苦恼，手里的金钥石该如何出手呢？直接同宗门交易，换取贡献值，但高纯度的金钥石必然会引起怀疑。算了，自古台帛动人心，还是去市场上安全些，毕竟那里人多，也不容易引起注意。顺便也去看看有没有需要采购的物资。秦天穿行于各处摊位之间，一番探查下来，倒也算是大长见识。矿石、灵药、丹药、法器、灵符，此处皆有售卖。一圈下来，对于各类宝物售价，秦天也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数。这位师兄有礼了，敢问这聚气丹作价几何？师弟要买丹药，这聚气丹可不便宜啊。这位师兄且放心，在下入门之前，家中长辈曾资助一些灵石，足以维持修炼无虞。这位师弟有礼了，在下乔浩元，乃丹堂外门弟子。原来是丹堂的师兄，在下南宫问天，失敬失敬。师弟要买丹药，还是先看过再说。实不相瞒，乔某这丹药等阶可有些低，此丹药杂质含量太高，根本就是不入流的货色。在下还是去别处看看吧。师弟留步。实不相瞒，乔某于炼丹一道技艺尚浅，目前仅能炼制这不入流的聚气丹。只是由于最近炼丹消耗太多，着实有些入不敷出，遂将这聚气丹拿来低价出售，欲要以此收回些许成本。可奈何销量并不乐观。不知师兄这聚气丹作价几何？先说好，价格若是足够优惠，在下倒是可以考虑拿回去研究一番。一枚正常聚气丹市价通常在10颗下品灵石，乔某自知丹药质量下乘，便作价5颗下品灵石一枚，如何？3颗下品灵石。好，3颗下品灵石成交。秦天回到家中，快速的关好门窗，迫不及待的用神念控制吊坠，对杂质较少的聚气丹进行淬炼提纯。一颗极品聚气丹呈现在眼前。成了，完美的聚气丹。秦天吞服了一颗极品聚气丹，体内经脉之中正充斥着精纯的灵气，甚至由于灵气太过磅礴，流转之时经脉阵痛难忍，还有部分药力由于无法吸收，不断散移至四肢百骸，使得其浑身骨骼之内更是传来一阵奇痒难耐之感。无奈之下，秦天只能全力炼化这股庞大灵力，同时紧咬牙关，保持灵台清明，强行忍耐身体传来的不适。随着不断炼化药力，秦天浑身气势也在不断增强。翌日清晨时分，体内终于传来一声闷响，秦天身躯意识微微一震，更有一股炼气3层的修为波动荡漾开来。修为突破3层后，秦天丹田与经脉也扩宽了足足1倍之多，神念蔓延出去，更是达到30丈距离。秦天一脸后怕之色，这次举动着实有些草率了。未曾料到完美聚气丹药力居然如此强悍，
若非最后关头修为突破，恐怕稍有不慎，便是爆体而亡的下场。修为突破，神念增长，秦天足以调动4次灰色雾气，神念方才会陷入枯竭。如此一来，淬炼速度自然大涨。仅是1天功夫不到，余下的丹药便尽数化作极品聚气丹，一枚丹药之力足以抵得上2个月苦修。修炼之道，欲速则不达，根基稳固为重，一味吞服，恐有祸患。秦天将自己与曾阿牛的矿石淬炼任务完成，如此又是40块金钥匙进账。很快又是1个月过去，秦天和曾阿牛去交付了这个月淬炼任务，并领取了下个月的金钥匙。小心点，别引人注目。然后2人低调的回了废人谷。秦天开始继续修炼5行转灵诀，现在是炼气3层，可以学习术法了。灵界术、灵遁术、御剑术。今天走，跟书切磋切磋，这术法得实战。随着修炼的提升，秦天也将迎来功法第1个难关——5行转灵诀第1转。5行转灵诀有别于普通功法，修炼初始灵力并无属性之分。达到炼气3层以后，需引金系灵气入体，将体内无属性灵力转化为金系灵力，如此方可完成功法第1转。而在炼气7境界之时，共计可完成5次转灵，依次顺序为金、木、水。每完成1次转灵，灵力属性便会多出1种，届时不仅实力激增，根基也将更加扎实稳固。而灵力附带属性的好处亦是颇多，例如可在施展同属性术法、身法之时，达到威力倍增的效果。可由于转灵过程太过凶险痛苦，稍有不慎便会灵力暴走，落得经脉错乱的下场。因此并不是谁都能在炼气期完成5转之境。随着药力尽数炼化，形成精纯的灵力在经脉内奔腾不息。秦天放出神念之力，自周遭游离的天地灵气中先引来一丝金色灵气入体，成为金柱闪洒，锋锐无双。金色灵气终于在灵力包裹下，缓缓来到了丹田位置，恍若乳燕投灵一般，迅速没入白色灵力云雾之内。由于金色灵力仅有1丝，与磅礴的白色灵力相比，着实有些相形见绌。因此，在白色灵力的围攻之下，情况堪称岌岌可危。察觉到此地形势之后，秦天神色不由更为凝重，随即不敢迟疑分毫，连忙疯狂吸收金系灵气入体。由于之前有经验，此时金系灵气在体内流转的速度无疑要快上了不少。与之相应的，经脉内传来的阵阵撕裂剧痛也变得更为强烈。秦天表情隐隐扭曲，额头豆大的汗水不断滴落。秦天丹田内的云雾正从最初的白色快速向着金色转变。又过了足足1个时辰后，等到丹田内最后一丝无属性灵力被吞噬，灵力云雾终于彻底变成金色。秦天丹田内的云雾正从最初的白色快速向着金色转变。又过了足足1个时辰后，等到丹田内最后一丝无属性灵力被吞噬，灵力云雾终于彻底变成金色。天哥在搞啥子嘛？这气势好可怕！5行转灵诀第1转金属性顺利完成，修为也达到了炼气5层。再完成第2次转木属性，便可开始冲击炼气6层境界。难道我秦天这辈子只能是个废人？胖执事早已见怪不怪，显然这1个月里对秦天来此已经习惯，而对于其来此的原因更是心知肚明。若5行转灵诀如此好修炼，那宗内杂灵根如此多，岂不是个个都是天才了？秦天不停地翻看古籍、玉简等物，希望能找到破解第2转困境之法，将整个藏宫楼一层查了个遍，最后依然一无所获。如果解决不了属性相克的问题，修为无法突破炼气6层，就没办法出宗售卖金药师，修炼资源跟不上，这辈子就出不了废人谷了。5行相生相克，可若数量占据优势，克制之力也未必奏效。秦天顿时茅塞顿开，转眼再看胖执事，
已然睡着了。多谢前辈提点，弟子感激不尽。这小子悟性倒是惊人，心性也还尚可，只是不知能坚持到几转。今天去了悬赏殿，第2转需要木系灵器，灵药园当之无愧的排在第1。今天耐心的一个一个任务查看，可看完整个悬赏任务榜单，并未发现关于灵药园的任务。离开悬赏殿后，今天颇为烦闷的朝废人谷方向走去。路过花香谷，想到了南宫英俊，以他的身份，说不定有进入灵药园的办法。南宫兄可在否？秦某有要事相商。这么久了，这是秦天第一次来南宫英俊的住所，看着富丽堂皇的房间，秦天内心感慨，这相比废人谷，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啊。你小子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你想干嘛？实不相瞒，秦某此来有一事相求。你小子莫非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正是。难道是曹旭那小子又有什么新动作？非也。你小子别藏着掖着，有话就说。实不相瞒，秦某修为遇到困境，需进入灵药园，借助充沛的木系灵气修炼，只是苦于没有门路。切，还以为什么难事，不就进个灵药园吗？区区灵药园罢了，本少爷来去自如。若南宫兄愿出手相助，日后在下必有厚报。好说好说。约在深夜，还说我像做贼。这是接下来3个月的金月时，我要出去办点事，这3个月你去负责任务交接。你小子别搞得跟做贼一样，不就进个灵药园吗？至于吗？你非要约在晚上，秦某怎知你准备怎么入园？嘿嘿，实话告诉你吧，这灵药园执事乃是我二叔，本少爷来此地就如同回家一般轻松。那你不早说？本少爷一时疏忽。好醇厚的木系灵力。田月师兄，几日不见，风采依旧。你小子别和我套近乎，又来灵药谷有什么事？先说好，别打谷中灵药的主意，否则师兄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哪能啊！我南宫英俊堂堂7尺男儿，行得正坐得端，岂会行那鸡鸣狗盗之事？师兄且放心，我此行乃是找二叔来着。我信你个鬼！秦师弟，这位乃是灵药园执事弟子田月田师兄。这灵药园大小事宜，我二叔皆由其打理。在下秦天，久仰大名。秦师弟不必多礼，师尊今日并未闭关修炼，你可前去茅庐寻他。田某还有要事，你们自便就好。快跟我来，这边走。师兄，你确定是这条路吗？当然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找到。二叔，侄儿有要事找你商量。孽障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你小子上次毁坏老夫几株火烈草，还没找你算账，还有脸来找我？啊，二叔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咋知道那火烈草不能浇水啊？混账小子！平日里让你多看看宗内古籍，你偏不听。大哥将你交给老夫管教，你却如此顽劣成性。下次回家族，定要好好与大哥说道说道。二叔别啊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和侄儿我一般见识啊！我保证以后一定勤学苦练，不负家族厚望。说吧，你小子找我有什么事？这是我的挚友晴天，他想来灵药园修炼一段时间。你修炼5行转灵诀，来此是为了借助灵药园的灵气完成第2转，是不是藏宫楼那死胖子告诉你的？弟子确实受藏宫楼执事提点，来此灵药园寻求突破而来，还望南宫前辈成全。嘿嘿，那死胖子对这篇残宫居然还不死心。秦小子，你要在此修炼也可以，看在英俊侄儿面子上，老夫也不是不近人情之人。不过你切记不可毁坏此处灵药灵草，否则需照价赔偿。多谢南宫前辈成全。你小子别先急着谢我，这5行转灵诀不是那么好练的，转灵次数越多，凶险越大。那死胖子没安什么好心，老夫劝你还是小心此人为妙。晴天兄弟，你修炼速度怎会如此之快？只是功法所致，整个乾元宗目前敢修炼这功法残篇的，就自己一个。原来是5行转灵诀，可惜此功法残缺不全，且凶险极大，唯有杂灵根方可修习。
此地如此隐秘，倒像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修炼秘地一般。你小子不用多想，之前本少爷需要灵草，便来此地偷偷采了几株，意外形成此隐秘所在。你就在此好好修炼，本少爷还有要事，就不打扰了。怎么了，南宫师兄？走走走，别修炼了，哥带你去看美女。嘿嘿，叶师姐也在哦，你爱去不去？你小子运气真好，叶师姐平日都在听朝风苦修，今日竟光临此地。这株赤芝生机盎然。叶师姐怎会在灵药园干杂役弟子的活儿？虽然已踏入仙道，可还是少女心性，对一些香料等物很是喜爱。于是这群败家娘们儿便在灵药园高价租了块药田，专门种植一种名为西香草的灵药。嘿嘿，本少便时常过来探望一番。谁在那里鬼鬼祟祟的？这回完了，本少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你二人在此行这无耻勾当，且报上名来，稍后押去执法堂听候发落。好你个秦天，我说方才你鬼鬼祟祟作甚？原来在此干这龌龊之事。亏我南宫英俊还当你是正人君子，早知如此，刚才就该将你先行拿下。南宫英俊真是厚颜无耻啊！秦兄弟，天哥，您行行好，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我老爹非打死我不可。你暂且抗下此事，以我得身份，很快就把你捞出来。此地发生何事？你小子说来听听。南宫英俊叽里呱啦的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事情经过就是这样。叶师妹，这事儿确实是这小子不对，但我看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，押去执法堂难免坏了你等声誉，不如师妹卖我个面子，此事就此作罢。既然南宫师兄站出来说话，那此事就此作罢。当日若知晓你是如此品性，我叶秋水绝不会介意你入山门。你个混账小子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成天就知道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你们两个太让我失望了。兄弟别生气了，算我欠你个人情，这也算共过患难了。区区名声算得了什么？浮云罢了。秦某可没有这种关键时刻做缩头乌龟的兄弟。秦兄息怒，小弟知错了。秦天兄，你可一定要答应我，今日之事绝不能外传啊！你放心，我答应你。太好了，多谢秦天兄。秦天将南宫英俊打发走后，重新找了一片僻处开始修炼。浓郁的木系灵气开始慢慢汇聚而来，数量上占据优势。原本金色的云雾正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被绿色占据。1个月很快过去，而沉浸在修炼之中的秦天并不知晓，此时灵药园来了2位不速之客。你确定叶秋水这几日都会来灵药园？是的，曹师兄。曹师兄且放心，据眼线报告，这几日正是西灵草播种时节，叶师姐出现的概率极大。叶师姐，许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有劳曹师弟挂念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多陪了。难道是珍稀灵药现世？这般灵气异动，居然是此子在此修炼。王林，秦天就在前面。且慢，你要作甚？叶师姐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胆敢在我乾元宗药田修炼，若不小心损害灵药灵草，可就不美了。还是及时叫醒为妙。修炼之时最忌打扰，若此时叫醒，无异于毁其道基。我等身为同门，怎可如此行事？谁若胡来，别怪我剑下无情。虽为登徒子，却也不可断送其修为。突破在即，不能分心。
居然这个时候修为要突破了。晴天突破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曹某方才也是担心损毁灵药，心系门派所致，一时情急失态，还望叶师姐勿怪。这是要突破了，看这气势，估计是到炼气6层了吧？晴天来宗门不过3年，修为就到了炼气6层，比宗内的天赋弟子都厉害。杂灵跟废物，3年竟达炼气6层。当初那个被我随便欺负的废物，现在修为居然跟我一样高了。王林，干掉他，不能让他成长起来。如此紧要关头，我怎么能分心啊？这突然袭击，我想救也来不及了。废人就是废人，就算突破，也得死在我手里。王林可是炼气6层顶峰，怎么会被刚突破的晴天击退？王林居然偷袭失败，反被击退。方才修炼之时，多亏叶师姐仗义出手，秦某在此谢过。同为乾元弟子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身为乾元宗弟子，却趁同门修炼实行偷袭之事，王师兄如此目无法纪，秦某只能出手教你一番了。身为乾元宗弟子，却趁同门修炼实行偷袭之事，王师兄如此目无法纪，秦某只能出手教你一番了。敢在灵药园动手争斗，你二人眼里可还有门规戒律？王林师兄无视门规，偷袭暗算在先，秦某只是自卫。此子藐视门规，偷袭同门，罪大恶极。本座暂且擒下，稍后交由执法堂发落。修为禁锢。啊！天资尚可，只可惜心术不正，终究难正大道。这都什么事儿？最好不要让本少抓到机会，否则你会死得很惨。3年炼气6层，杂灵根进步缓慢，绝不能暴露吊坠。啊！炼气6层了，这是你的内门玉牌，好好保管。你已晋升为内门弟子，原本5颗灵石份额，现已涨至每月20颗，可自由出宗历练。你若想拜入4大主峰之一，需先申请报备，各峰内门执事同意即可。多谢前辈提点，弟子且先告退。出来了，此番多谢曹师兄出手相救。王林，感激不尽。我知你心中有股怨气，此事由南宫家出面抓人，执法堂左右为难，委屈你了。这瓶丹药你拿着，算是给的补偿。多谢曹师兄赏赐，王某定当尽心尽力，为曹师兄分忧。在下有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讲无妨。在下以为那晴天不过杂灵根之资，修炼速度如此快，其中必定有鬼，绝不仅仅是那功法残篇的缘故。你有何想法，尽管说来听听。在下以为，除开功法因素以外，能让一个杂灵根废物修炼速度堪比天才的，也只有一宝了。你是说，这小子之所以有今天，全靠某种不知名的宝物？在下也不敢肯定，但除此以外，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可以让一个废物不到3年就修炼到炼气6层。既然如此，这小子就更留不得了。你可有什么办法？曹师兄莫非忘了，这小子已是炼气6层，按照怪例，想必其定然要出门游历一番的。此事就交给你去办。
切记将这小子储物袋原封不动给我带回来，在下必不负曹师兄所托。哼，练气6堂，小子，你不买东西就别挡着大爷我做生意。师兄有礼了，在下并非有意冒犯，还请师兄见谅。在下正是打算购买1、2件法器，以作防身之用。你要买法器？小子，你知道法器有多贵吗？况且这法器乃本人亲自炼制，皆为精品。以在下那区分额，自然是买不起的。不过有家里长辈资助，倒也勉强还能承担。鄙人严阳，乃炼气阁弟子，在宗内也算有些名声。师弟看中何物，不妨直言。好剑，虽比不上叶秋水那把，但也算得上是下品飞剑中的精品了。师弟好眼光，此柄金光剑乃严某近来巅峰之作，若非为了炼制中品法器，手头有些拮据，也不会拿此剑出售。严师兄，那你这飞剑怎么卖的？此下品法器金光剑需值130颗下品灵石，严某见师弟颇有眼缘，就算你125颗下品灵石好了。严师兄法器价格如此高昂，秦某还是去别处看看好了。你小子要是觉得贵了，就不能还个价吗？万一老子同意了呢？嘿，100颗下品灵石不二价。什么？100颗？不行不行，小子你别走啊！110颗怎样？大家各退一步！大家各退一步！你给老子回来！100颗，成交！你小子好眼光，这小钟名叫扰魂钟，乃是仿照宗门处镇山石碑法宝，以精魂石炼制而成。难怪那日仅仅看了一眼就差点昏迷，想不到居然是件法宝。小子，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德行！那镇魂碑乃是乾元宗第一法宝，平日里除非宗门危机关头，否则根本不会动用。这扰魂钟虽然只是下品法器，但却同样具有镇魂碑几分镇魂扰魂之效。严师兄，这个给我一个实在价格。精魂石颇为罕见，因此这扰魂钟造价不菲，200颗下品灵石，绝无还价余地。我身上灵石不够，等我回家找长辈拿点灵石，再来和你交易。我还以为是个大主顾，原来是个穷鬼，跟老子装什么大尾巴狼，还世家子弟，我呸！这金光剑虽然贵点，但这飞行速度比下品法器起码快了3成。人跟丢了，逃不了的。金竹岛因遍布青色灵竹闻名，此岛由乾元宗附属势力狂刀门所占据。岛上灵竹绵延数百里，颇为壮观。此地地处乾元宗势力边境，靠近3大门派之一的血灵魔宗。乾元宗与血灵魔宗似有嫌隙，近100年来摩擦不断。黄刀门就是乾元宗扶持起来看大门的。如此，便无人知道我的来历。奇装异服者不在少数，我这身打扮也不奇怪。这个丹药的品质可不像是上品啊！这位道友可是要购买修炼物资？我多宝阁在这青竹岛房市堪称品类最全，价格最公道。在下的确需要交换一些物资，就看贵店报价几何了。不知阁下欲出售何物？敢问阁下，此物有多少？ 1000多。此处嘈杂，还请贵客
随老夫内堂一讯。恕老夫冒昧，道友这金钥匙应该是替门派出售吧？掌柜何以见得？难道这买卖东西还得探查来路不成？道友切莫误会，金钥匙不过低级矿石，普通修士根本不会囤积居奇。因此，以道友身上金钥匙数量，这一点并不难猜。将计就计，扯张虎皮做大旗，有身后势力震慑，方便行事。既然掌柜猜出来了，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这金钥匙，不知掌柜的准备多少灵石收购？金钥匙按行情价，3颗下品灵石1块。道友若出售1000块，刚好3000下品灵石。掌柜出价公道。钱货两清，3000颗灵石，修炼资源解决了。赠送道友一枚贵宾令符，凭此令符来本阁消费，一律9折。不知都有哪些宝物售卖？道友欲购买何物？哦，不知有初级灵符、丹药售卖。初级灵符有，不过这丹药却是价格不符。无妨，秦某带宗门购买，掌柜有货拿出来便是。攻击与辅助类灵符10颗灵石1张，防御类15颗，聚气丹10灵石1枚，凝血散50灵石1枚，攻击类灵符50张，防御类20张，辅助类10张，凝血散5枚，共计1150颗下品灵石。打完折再抹零头，算道友1000下品灵石。灵石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1/3没了。防身之用，有备无患。此人隐匿于此，必非好事。荒岛恰在回宗必经之路，将计就计，先下手为强。被发现了。别慢，要有人救你。陆大，你确定没看错？毕老头不是说这小子可能是宗门势力派出来采购的？有人接应吗？怎么又会莫名其妙打起来了？灵力波动如此剧烈，绝对不会错。我看咱哥俩还是偷偷摸过去看看情况，若此子有人接应，再退去也不迟。若无人接应，说不得咱兄弟2人今日还能做回黄雀了。想必那小子定然身价不菲。3年不见，这小子修炼到与我同阶也就罢了，实力更是如此强悍。自凡是亡灵忽悠前来伏杀此人，着实是大意了。严师兄深夜在此等候秦某，不知这份见面礼，严师兄可还满意？秦师弟此言何意？严某路过此地，无故被你偷袭重伤，如此同门相残之事，若传回宗内，你可知有何后果？无非是想糊弄过去保住性命，也能让你如愿。身处宗外，杀了你也难以追查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那也得你有命回去再说。当日之辱，记忆犹深。
难免不适应，人不犯好一出同门相残的戏，当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尹某遭遇埋伏，侥幸反杀，二位与我无冤无仇，为何偷袭？小子，废话少说，把身上的灵石交出来，放你一条生路。道友说笑了，在下身上的灵石，怕是入不得二位法眼吧？臭小子，你在坊市得了2000块灵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再不交灵石，别怪我等心狠手辣。杜宝阁被那奸商算计了，在下将灵石交出，二位道友可愿就此罢手？算你识相，交出灵石，自然放你离去。这等鬼话，谁会相信？想要灵石，小爷怕你们没命花！小杂碎，你给我等着！这小子哪里来的这么多灵符？这哪里是斗法，简直就是拿灵石在砸！鲁大一声怒吼：“小杂碎，今日不你拆骨扒皮，我鲁大枉为人兄！马屁三倍，我绝抗拒！小杂碎，这回老子看你怎么躲！谁说我要躲了？小爷再给你来一波灵符雨！谁说我要躲了？小爷再给你来一波灵符雨！这道禁制打入鲁大体内，禁锢他灵力，反对。问你个问题，你老实回答，可留你个全尸。成王败寇，要杀便杀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有种你杀了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做鬼？你不说收了你们的神魂，转世轮回的机会都没有哦？好吧，算我们哥俩今天倒霉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得发誓放我们哥俩走，不然我宁愿魂飞魄散。好，答应你，我发誓。你们为什么要追杀我？多宝阁掌柜安排我们来抢夺你的灵石。多宝阁掌柜来日方长。刚刚战斗动静太大，难免引起窥伺，尽早离去为妙。伤养1个多月，总算好了。以后做事还是得低调点，多加小心。这次亏大了，这次耗损太大，刚买的符箓全用光了。这是什么飞行法器？竟如此法器，该不会是嫡袭吧？尔等孤陋寡闻，连宗门9副圣飞行灵器岳云舟都不认识。飞行类的灵器啊！
这位执事是谁？气势如此可怕。前几日听闻驻守边境碎石岛的执事要押送物资回来，难道此人就是南宫玉执事？据说筑基中期。南宫玉，又一个南宫家的筑基期，果然势力不小。当年被扔进废人谷，一晃3年过去，现在我已经当上内门弟子。木屋虽小，却是乾元宗的家，只有这里没有尔虞我诈。炼气6层后，就再也没有杂役任务可做了，无法得到金玉石，没有了修炼资源，我这杂灵根怎么办啊？加入气堂，人多眼杂，风险太大，只能另寻他法。今日不是领取份额的日子，悬赏大殿怎会如此热闹？而且全是内门高手，不知道此殿是内封高手。听说这次的任务奖励十分高，附近有大量的危险的秘境，还有珍贵多强大的妖兽。听说这次的任务有很多人真的进入参加。云纹矿洞，矿石，这么快就抢完了？日长南宫英俊，他一定有办法。什么？你要去碎石岛？你小子疯了！有何不妥？你可知，历来边境驻守弟子死亡率几乎高达1/3。愿闻其详。碎石岛位于3宗交界的混乱海域，妖兽袭扰尚在其次，血灵魔宗觊觎云纹矿道暗中作乱，才是伤亡惨重的主簿。这任务都是给那些资质普通、得不到重视、为了修炼资源而不惜搏命之人的。我意已决，名额的事情你帮忙解决。你小子可想清楚了，以你的修炼速度，没必要冒此凶险。唉，名额我帮你搞定，但上次灵药园的事情一定帮我保密。真是世家子弟。灵符消耗灵力小，瞬间激发，碎石岛必备。阿牛，我要去碎石岛值守3年。好，天哥，我敬你。哈哈哈！天哥，你要注意安全。你就是秦天？正是。吾乃南宫玉执事座下弟子林峰。此番边境碎石岛驻守任务，师尊特意调你随行。明日清晨在悬赏殿外集合，莫误时辰。此番任务为期3年，按宗门规矩，你可前往悬赏殿提前领取3年份额。这师兄也太傲。秦兄弟深藏不露啊，有南宫家做靠山，这废人谷自然是困不住你了。秦兄弟此番脱身，日后飞黄腾达，可莫要忘了我等啊！秦某得蒙诸位师兄照顾，心中自是感激。日后若能修炼有成，诸位有所求，力所能及之下，秦某必不推辞。执事，什么？你要去碎石岛轮值？南宫玉，南宫家，你小子倒是有些能耐。小子，你既然得南宫师兄调令，便也算完成宗门边境驻守任务了。弟子玉牌拿来。多谢执事。别得意太早，你被南宫家看中，看似是福，可你知道南宫家的底细吗？前辈请讲。南宫家与我宗渊源极深，与曹交仇怨已久，此事涉派系之争，你修为尚浅，切勿掺和，否则万劫不复。多谢执事好意，我辈修仙只争朝夕，又何惧将来？好一个只争朝夕，何惧将来！年轻真好啊！唉，你说秦天那小子不仅没死，还接了碎石岛驻守任务。是的，且听说乃是南宫玉特意下的调令。哼，连个杂灵根的废物都搞不定，你干什么吃的？还有那王林，我记得咱们雾隐峰有个精英弟子叫什么庞虎来着，好像也接了轮值任务吧？曹师兄放心，恕弟知道怎么做了。秦天，你老老实实待在废人谷当废物就算了，偏要找死去跟南宫家混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下狠手。见过南宫执事。林峰，人都到齐了吗？禀师尊，总共41人，皆已在此。甜心师妹，辛苦了。南宫师兄哪里话，职责所在。这位便是听朝风云秀真人门下高足甜心师妹。弟子见过田师叔。林峰，你带他们去安排洞府。是师兄。
需凭令牌进出，40人分2组，每3月轮换。有筑基直善镇守，还有人敢闹事？岁收地土3宗交界，散修繁多。血灵魔宗对矿脉垂涎有久，不可大意。有师尊与田师叔坐镇，慌什么？北面是师叔的洞府，西面山洞任选，明早矿洞口集合。杀意！我与此人素不相识，为何对我有杀意？曹旭，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曹家势力竟能深到此处。第1小队先负责矿洞监察，3月后轮换。我是队长，往后3年，大家相安无事最好。谁唱反调，别怪我无情。炼器6层的进矿洞监察，其余人洞口登记矿石。修仙界强者为尊的法则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正愁没借口进矿洞，瞌睡送枕头。想来这就是人文矿石了。监察大人有礼了，在下是这群矿工的头领，俗名阿七。日后大人若有差遣，我等必然尽心完成任务，绝不让大人为难。你们也无需如此惧怕，秦某也不是不讲道理之人，只要按照要求完成任务，秦某自然不会为难相处。启禀大人，目前我等每月能挖出大约300余块云纹矿石，想来足够任务所需了。这样看来，每月只需上交250块，剩下的就是我的了。我私吞，宗门也无人怀疑。不错，300块不多不少。今日特许你们休息1天，下个月挖的更多，休息时间越长。这新来的监察弟子比起之前的通情达理得多。终于出来了。这个月怎么才这点数量？产量本就不高，这个月能完成任务就很不容易了。这些矿工平日里消极怠慢惯了，你们要好好敲打一番，产量自会提高。是，敲打。我只想多弄点矿石，可不想惹事。这可是用于炼制法器的云纹石，价值比金曜石高出太多了。轮换开始，洛章带第1小队出谷主守。烈士，书记妖兽剑鱼。雕虫小技。给我破！给我破！
初阶高级妖兽，海狮兽，这下棘手了。有人有钱，这太恐怖了。海狮，有手脚好，马筋不能流利。这才第1天，还有3个月，怎么办？这样不行，妖兽太多，不能硬拼，需掌握技巧，不然迟早被耗死。休想近身，看看我得遛狗战术！今日必战，休想逃脱！不能靠近，一身就危险了。终于解决了。3个月驻守，实力大涨了。高级妖兽得小心应对。好险，差点最后一天翻车。秦师弟与妖兽打得挺欢嘛，连轮换都忘了，还要我这个队子亲自来喊你。刚与黑水蛇大战，忘了时辰，麻烦队长跑一趟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说血灵魔宗驻地无异常，修士也真少外出，此事千真万确，反常的安静才值得怀疑。传令加强戒备，盯紧血灵魔宗，为师预感不祥。弟子遵令。这件事你别往外说，免得大家恐慌。是，有此矿脉，云纹矿石几乎被我乾元宗垄断，利益巨大又地处边境。眼下血灵魔宗却异常安静，究竟是在预谋什么？2年苦修，
在完美聚气丹的辅助下，修为、术法都有很大的进步。丹药耗尽，虽云纹石大量入账，可没变现，单靠灵石，速度跟不上。看来要找机会去一趟访视了。最近的访视在5000里外，途中混乱凶险，劫杀不断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除非突破炼气7层，否则绝难安全往返。急于求成，反倒忽略了心境。居然是废人谷那小子！你是说秦天？该不会走火入魔了吧？这么细不怕撑爆？肃静！田师妹，你看像不像是顿悟？应该是。炼气期怎会顿悟？乾元宗内掌门金丹时有过一次顿悟。古籍记载，炼气期如果达到通明道心，会进入顿悟。通明道心，无视结丹心魔入侵的通明道心境界。通明道心，这等机缘，着实让人羡慕。修为突破炼气7层了。见过二位执事。小子，你刚刚经历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刚刚修炼遇到瓶颈，险走火入魔，后来意识模糊，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后，醒来发现修为突破了。你刚刚顿悟了。南宫执事在吗？秦天求见。执事，弟子欲往访视，望执事批准。早去早回，不超过1月。老夫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有何能耐。那小子出岛了，刚刚离开，往千灵城去了。办妥了？不负所托。办得不错。叫什么名字？南宫问天。来此地作甚？前来交换物资所需。此乃身份令牌，城内禁打斗，按月收灵石。敢问公子可是初来乍到？是又如何？小的唐进，专做向导，可带路、代办交易，牵线8条。酬劳多少？每日1块灵石，同狗无期。千灵城属散修联盟，城主乃金丹大能，一手创立千灵城，有着通天的手段。这聚宝楼是城内数1数2的存在。是法器不入眼，1楼皆寻常货，精品在2楼。多谢姑娘。有劳姑娘引路，我在楼下等候。公子有礼，我乃是聚宝楼东家，不妨雅间细谈。公子打算购买何物？购买之事稍后，我想先出手一批物资。不知公子欲出售何物？成品云纹石，辅助炼器绝佳材料，公子能拿出多少？量多价格从优。楼主说笑了，侥幸得数10块。公子有顾虑，聚宝楼乃联盟产业，有保障。确实有一批，但需保密。交易之事绝不外传。公子说数量吧。100块？不，1000块。我全要了。以后如果还有，可以长期合作。我就是给长辈跑腿的，长期合作不敢保证，优先供应没问题。这是2万灵石，请收好。看看贵店的法器、丹药，马上安排。雌雄灵蛇剑2000灵石。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辞。不想被血灵魔宗劫杀，那就看看这个。你已被他们标记，出城绝对有人埋伏你。多谢老主，但这法器是干嘛用的？买下这黑灵盾，保你躲过这一劫。4000灵石，不讲价。对方有无影针、灵力护盾，在他面前没用。老主好意，铭记在心。敢问芳名？请。雷小琼，不必放在心上。别遇上血灵魔宗的人。黑灵盾，
你这是想干什么？哈哈哈！老子杀人夺宝，何须理由？大成术法。田元宗的小子，给我死！焚天灭世！嘿，你！赵坤忠，可离！哈哈，收获不错。秦师弟，为兄等你好久了。庞师兄，你竟要同门相残！师弟饶命！我是被唐氏蛊惑的。敢杀我，便要有死的觉悟。人无横财不富，果然没错。破法锥到手，云纹矿母唾手可得。师弟魂思消散，他遇难了。是乾元宗碎石岛之人，正好搭上门去。秦师弟，几日不见，风采依旧。洛师兄客气，修为想必又精进了。不好了，有敌袭！破法锥，金玄宗至宝，你血灵魔宗怎会有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夫大举来犯，机会无备。就你这破阵，能挡老夫几时？破阵！啊！小心！限制法体双修。得想去办法，这样不行。别想逃！糟了，迟早会被追上。小子，怎么不跑了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何必呢？嘿嘿，你杀了我师弟，自然要报仇的。太强了，必败无疑。灵力消耗太快，用阵法牵制他。啊！怎么可能？这下真的完了！居然是破法锥。敢来杀你，肯定要准备点手段。不好！想跑，完了！还好，我赢了。林师兄，怎么会是你？原来是秦师弟，吓我一跳。抱歉，林师兄，差点误伤你，我怕暴露行踪，没敢放出神域探查。无妨，只是这矿洞深处似乎还有其他人，炼气9层居然被秦师弟所杀，战力太强悍。
林师兄，矿洞还有其他出口吗？乾元宗与太医门交好，本座自然要出手督促。屠老魔，我已传讯，援军即刻就到。本座行事岂会畏首畏尾？给我破！这就要死于碎石岛了吗？何方鼠辈，胆敢偷袭本座，也敢在俺老袁面前逞凶，简直讨打！血灵魔宗行事愈发肆无忌惮，强抢矿落，实在狂妄。南宫小娃子，你退至一旁，这事俺老袁定了。姓袁，用棍？难道是太医门的战痴真人元征？秦师弟，这位可是太医门金丹高手战痴真人元征，他修道100余年变结丹，在无尽妖海赫赫有名。敢问战痴真人为何无故对晚辈出手？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既然前辈出手，晚辈即刻退去，不敢忤逆前辈。老子大老远跑来，你说走就走？不行，陪俺老袁打一架再说。只出一招，当真！当真！撼山棍法开战啊！一招已过，图谋告辞。跑得真快，我也走了。感谢前辈援助。宗门收到求救，为何如此安静？随我杀去血灵魔宗，为宗门出力，义不容辞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收获不错。罗盘异动，矿洞深处必有灵物。这硬度定是灵物，居然是云纹矿母。看来碎石岛驻守任务结束之前，有必要再去一次千龙城了。三转土技，今日开工！稳住，绝不能让灵力乱窜。金木土三系必须势均力衡。三转之境终于达成。驻守任务结束后，修炼资源又怎么解决呢？不想了，趁现在。嘿嘿。多挖点儿，还远远不够。听说了吗？前段时间血灵魔宗强攻碎石岛，却瓦雨而归。听说那屠老魔更是被打成重伤，战痴真人一招打的，只用了一招。公子风采依旧，找雷小姐有事商量，请移步雅间，我家小姐马上来。这些全部要卖，7000怎么样？好，还有些云纹石。公子好手段，这是乾元宗半年产量。都是帮忙跑腿，还请保密。真是个人才，倒卖灵矿，还说得大义凛然。这些总共20万灵石。这2件法器帮忙修复一下。镇旗3日修好，这扰魂钟现在没办法修复，目前没有金魂石。多谢雷小姐，那我3日后再来。倒卖矿石不算什么，看看它能走多远，以后用得着。千灵老二，可敢一战？过了1个月了。金丹强者骂街，战痴真人真会挑时候。千灵老二突破了，天之凡人修为突破了。我看这次战痴真人贴到铁板了。听说城主一直在闭关突破，原来是真的。又偷偷溜出来，不怕景婆婆了？要打就打，磨磨唧唧。够胆随我来！镇旗提升成为极品法器，这应该不便宜吧？2000？2万？这可是成套的法器，炼器9丛都绝不是你对手。你不要，我回购就是。奸商！
小姐，我们这样坑他好不好啊？他赚了我们20万灵石，这点算什么？他被千灵五鬼盯上，要倒霉了。谁倒霉还不一定呢。等你们好久了，终于来了。交出储物袋，留你全尸。风灵引杀阵，起阵，杀人者，人恒杀人。3年轮值任务结束了，当初40人，就剩下我和林峰2人。没想到师弟也有此感慨，师兄这般和气倒是少见。师弟这次回宗定会大放异彩。师兄说笑了，再有3年，便是宗门大比，炼气7层以上都可以参加。大比前5奖励是筑基丹。乾元宗炼气弟子上万，就只给5个筑基机会？当然不是，还有其他机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金玄秘境。我修炼的5行转灵诀就出自此秘境。师弟修炼的竟是5行转灵诀。如此说来，这金玄秘境，秦师弟怕是非去不可了。金玄秘境绝不能错过。